在主打恐怖惊悚类的导演中，有一个特殊的双人组合——马特·贝蒂内利·阿尔平和泰勒·吉勒特，号称环球影业血浆双雄。曾执导或参与的作品有《致命录像带》系列、《暴血新婚夜》、《惊声尖叫5》、《惊声尖叫6》等。今天小爱为大家带来两人的最新力作《嗜血芭蕾》。这是一部恐怖惊悚大杂烩，包含密室逃脱、狼人杀、吸血鬼等超多经典元素。剧情极限反转，全程血浆四溅，给人带来超强感官刺激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了。一群人夜闯豪宅，掳走了超级富豪的独生女。事实上，这群配合默契的绑架犯压根互不相识，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因利而聚，利得而散，只要一拿到5000万报酬，所有人都会选择忘掉今晚所发生的事情。交货地点是一处偏僻的别墅，幕后的金主始终不肯现身，只派出了一个黑管家出面交涉。黑管家表示，勒索赎金至少需要24小时，在这段时间内，大家要好好看守女孩，一步都不能离开别墅，且全程别说别问别好奇。1. 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。2. 不能打探女孩的身份。3. 别好奇幕后金主是谁。只要做到以上3点，时间一到便能达到报酬。黑管家离开后，黑发姐来了卧室，帮女孩摘下了眼罩。女孩将温柔的黑发姐当成救命稻草，流着泪请求她一定要保护自己。看着惹人怜爱的小女孩，黑发姐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于是伸出小指和他拉钩，保证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黑发姐回到了大伙身边，好奇心重的眼镜男也悄悄来到了卧室。属实没想到，女孩的眼罩已被黑发姐摘下，眼镜男的正脸已被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能够选择杀人灭口。可当女孩说出父亲的名字拉扎尔，他又秒怂了。原来女孩的父亲拉扎尔是个黑帮大佬，还是黑白两道通吃那种。眼镜男终于明白黑管家为什么不允许大家询问女孩的身份，眼下自己已经违反了规定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假装要离开别墅，故意引起大家的好奇心，再将女孩的身份告诉所有人，大家一起犯规，互相包庇，就相当于没有犯规。此时倒计时还剩下22小时，忐忑不安的众人原地解散。好色的平头哥孤枕难眠，悄悄来到金发妹的房间求爱，被人家殴打一顿后轰了出去。他来到厨房觅食，希望能转换心情。突然身后传来吱呀一声，杂物间的门不知被谁打开了。平头哥上前查看，发现里面并没有人，可才刚转头便被一把抓住脚脖子，猛地拖进了黑暗中。金发妹听见呼救声，第一时间来到厨房，只见平头哥安静地呆坐在原地，叫了他半天也不回应。金发妹气冲冲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想到头颅竟咕咚一下掉在手掌上。一群人再次围聚在平头哥的尸体旁，有人说像是野生动物所为，可完全密闭的大别墅哪来的野生动物呢？老黑总觉得这残破的尸体似曾相识，缓缓道出了一段密文。曾经有几个罪犯被警察反锁在酒店房间里，第二天一早打开房门，罪犯已变成了一地肉块。无能的警方并没有抓到凶手，只查出他名叫瓦尔，且是从窗户外爬进来行凶的。离奇的是，那间房间位于酒店第23层，这宗奇案被称为食人魔瓦尔碎尸案。很明显，消失已久的瓦尔就在这间别墅内，也许就在几人中间。说到这里，黑哥再也不敢逗留，可以打开大门，才发现门外多了一道铁栏杆。白大壮利用大块头猛撞铁门，触发了自动机关，所有窗户也被瞬间封死。黑发姐去往卧室关心女孩，得知眼镜男竟然就是食人魔瓦尔，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黑哥。两人决定兵分两路，黑哥独自去引开眼镜男，黑发姐则带上剩余2人寻找出口。可才走了2步，黑哥便愣在原地不动。黑发姐掉头一看，发现他已被咬断了脖子。黑发姐直接提着枪冲到眼镜男面前，当着大伙的面质问他为什么要混进别墅，为什么要杀死老黑。听到这里，眼镜男一脸懵逼，直到黑发姐说出女孩指认他是瓦尔，才恍然大悟。女孩怎么会知道瓦尔的事情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和瓦尔是一伙的。一旁的大壮觉得眼镜男说的有理，决定对女孩严刑拷打，逼她说出瓦尔是谁。黑发姐则选择继续相信女孩，不允许大家对她动手。一群人站在床头吵得不可开交，前一秒还哭哭啼啼的女孩突然脸色一黑，默默摘下了手铐，优雅地摆了个芭蕾舞姿势，然后露出了满嘴的獠牙，猛地跳到大壮身上。眼镜男连忙朝他开枪，红彤彤的脑花飞溅在墙壁上。可是那脑门正中央的枪口很快便愈合了，一口尖牙配上阴邪的笑容，愈发诡异。
黑发姐连忙放枪，众人在枪火的掩护下惊险地逃离卧室。5人被吓得丢了魂，庆幸女孩已被锁在卧室中，只是不知那道门能支撑多久。大壮也忍不住感叹自己好运，幸好食人魔不在这里。眼镜男就快被大壮蠢哭了，激动地说：“女孩就是食人魔，她那一嘴尖牙难道是摆设吗？等等，一嘴尖牙中枪不死，还能伪装成正常人类，像极了电影中的吸血鬼。”金发妹看过很多吸血鬼电影，知道他们最害怕十字架、大蒜和阳光，只要用木桩钉穿其心脏，便能将其杀死。既然已经知道了他的弱点，眼镜男决定主动出击，立马吩咐大家去寻找木桩和大蒜。黑发姐提出反对意见，她认为只有吸血鬼知道如何离开别墅，应该想办法将他活捉。眼镜男直接选择无视他，带着2名同伴冲进卧室，可吸血鬼已经消失不见。远处响起了悠扬的芭蕾舞曲，3人循着声音来到演播厅，看见吸血鬼已换上了芭蕾舞服，正和没了头的平头哥翩翩起舞，看起来十分沉醉。胆大的金发妹举着木桩和大蒜果断出击，吸血鬼一把击飞木桩，还抢过大蒜猛吸了一口，然后挥舞小拳拳捶打金发妹的胸口，差点打爆她的假体。大壮胸前的十字架也被他揪了下来，握在指缝间充当武器，将白花花的胸大肌捅得鲜红一片。眼镜男最惨，直接被木桩捅穿了腿，伤痕累累的3人狼狈逃命，吸血鬼则站在原地微笑着目送3人离开。黑发姐为眼镜男包扎好伤口，再次提出了她的计划。她叫3人细细回想一下绑架过程。那时吸血鬼被注射了麻醉剂，全程昏迷不醒，他绝不是假装昏迷，因为微弱的脉搏是无法作假的。眼下只有手中这支麻醉剂才能对付他。说干就干，4人带上了黑管家分发的对讲机，分别去各个角落搜寻吸血鬼，一旦发现他的行踪，便通知其他人汇合。金发妹被蝙蝠吓了一跳，扑通一声掉进泳池，一股恶臭涌进口腔，睁眼一看，水中竟然全是腐烂的残肢断臂，她又恶心又崩溃，发疯似的狂叫起来。吸血鬼并没有理会金发妹的尖叫声，而是盯上了正在偷懒摸鱼的大壮。大壮拔腿就跑，七拐八拐的将吸血鬼引进房间，挡在了木门外。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，吸血鬼破门而出，大壮只好继续飞奔。不料眼镜男突然开门，将他往后一弹，直接弹飞到栏杆之外，重重摔落在地。吸血鬼立马转移目标，原地腾飞起来，将眼镜男推下楼梯，使得他本就严重的腿伤雪上加霜。金发妹上前帮忙，被吸血鬼咬伤了手臂，大壮则利用体型优势将吸血鬼死死压住。黑发姐趁机注射麻醉剂，针头入肉的一瞬间，吸血鬼破口大骂，药剂一进入身体，他便陷入昏迷。等他醒来时，已经置身大铁笼内。金发妹十分担心手臂上的咬痕，连忙询问被咬伤后是否会变异成吸血鬼。吸血鬼只得意地歪了歪脑袋，说了句也许吧。黑发姐提出一个双赢方案，只要吸血鬼说出如何离开别墅，自己便帮他打开铁笼。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他表示这场绑架游戏是他亲自设计的，游戏玩家也是他亲自挑选的。大家看似没有关联，实际上都曾得罪过父亲拉扎尔。有人害父亲生意亏损，有人试图寻找父亲的犯罪证据。自己作为大少女，自然不会轻易饶过大家。原定的游戏规则是将所有人做成人肉生鱼片，供父亲每餐一顿。但既然事已至此，他愿意做出让步，让第一个打开铁笼的人活下来。头脑简单的大壮立马伸手开锁，希望能获得唯一的生存名额。黑发姐立马朝他肚子开了一枪，然后和金发姐扶着他进屋包扎，只留下眼镜男看守。吸血鬼继续诱惑着眼镜男，称此时开锁协议仍旧有效，但过一会儿自己也许就会改变想法。眼镜男有些动摇，要求吸血鬼先说出离开别墅的办法，否则免谈。吸血鬼露出了慌张的神色，仿佛害怕眼镜男会扭头就走，立马说出图书馆藏有一扇暗门，只要找到红皮书，便能打开通往外界的密道。现在该轮到眼镜男开门了，他将手放在门锁上，迟迟没有动作，突然放声大笑，嘲讽起吸血鬼，笑他活了几个世纪还看不透人性。吸血鬼也露出一抹笑容，只一击便打破了铁笼。原来铁笼压根困不住他，之前的种种只不过是在演戏。就在眼镜男要被咬断喉咙时，黑发姐及时敲烂木窗户，一道阳光照在吸血鬼小臂上，光之所及瞬间膨胀，小臂砰的一声爆裂开来。他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咆哮，断臂窗口慢慢长出了新的骨肉。
几人趁机来到图书馆，被咬伤的金发妹试探着将手指伸进阳光中，惊喜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变异。眼镜男从火速找到红皮书，伸手一拿，发现吸血鬼也说了谎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密道。所有人都陷入绝望，无力地瘫倒在阳光之下。黑发姐连忙鼓励大家，称眼下唯一的优势便是阳光，等到天黑就只能任人宰割。人类和吸血鬼不同，人类皆有情感羁绊，都有必须活下去的理由。对于他来说，生存的动力就是那多年未见的儿子。他曾是一名军医，在一次任务中受伤太重，不得不注射了大量吗啡，染上了无法摆脱的毒瘾，为此倾家荡产，再也没有颜面面对儿子。直到遇到吸血鬼后，才明白一个道理：凡事活着最大。眼镜男听完故事，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金发妹则被黑发姐打动，突然想起房内的门锁都是全自动的，意味着是由电源驱动的，必定会有一个电控室，只要关闭总开关就能逃出升天。四人决定两分队寻找总开关，黑发姐与眼镜男一队，大壮则和金发妹一队。走进阴暗的走道后，金发妹突然情绪崩溃，生怕吸血鬼从黑暗的角落钻出来。大壮连忙握紧她的手，温柔地安慰起她，约定逃出去之后要做一辈子的朋友。说完，大壮独自走进走道深处，开心地说着这里很安全。回头一看，金发妹的咬痕已经愈合了，牙床中钻出了密密麻麻的尖牙。她已经失去了意识，正贪婪地享受着大壮的身体。当芭蕾舞曲响起，吸血鬼伴着音乐悠然起舞，金发姐也不由自主地舞动身体，俨然就是吸血鬼的分身。等黑发姐和眼镜男赶来时，大壮已被啃得面目全非。金发妹背对着两人，夸张地表演着哭戏。她没有发现星星点点的阳光正照射在自己身上，满身的白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黑发姐大喊快逃，拉着眼镜男冲进了小书房。两人唯一的庇护便是地上那一小片阳光。金发妹紧随而来，露出了无奈的神色，用吸血鬼的口吻说自己讨厌这个房间，因为父亲就是在这里转变了自己。黑发姐趁她伤怀，立马举起铁盘反射阳光，阳光一触金发妹的身体，她便像蒸出水球一样原地爆炸了。就在两人震惊之时，一旁的暗门自动打开，两人也怀疑这是个陷阱，但已经无路可走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。好消息是，那里果然有一条密道，且密道的尽头是一间电控室。坏消息是，黑管家就站在两人面前，且他也是一只吸血鬼。只见黑管家只伸出了一只手，便死死掐住了黑发姐，将她活活憋晕，然后嫌恶地丢在地上。但他并没有对眼镜男下手，而是邀请他也加入吸血鬼大家族，只要两人联手，必能将拉扎尔父女杀死，从而接管千亿财产，成为有钱有权的人上人。眼镜男立即丢掉手中的木桩，主动昂起脖子接受转变。黑管家咬烂他的皮肉，紧接着往他嘴巴里灌了几口自己的血。吸血鬼的血液就像活了似的，顺着食道钻进五脏六腑。转变过程极其痛苦，但一旦转变成功，身上的伤口便瞬间愈合，且体内翻涌着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。黑管家朝黑发姐慢慢走去，预备亲自教授眼镜男进食。没想到被眼镜男从后方偷袭，木钉捅破心脏，立即原地爆炸。黑发姐看清了眼镜男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知道自己也将成为尖牙下的亡魂。就在这时，女孩出现了，她扑上前与眼镜男搏斗，可惜两者的力量悬殊太大，女孩被抓在手中动弹不得，只能任凭眼镜男一寸一寸咬断自己的脖子。黑发姐趁机关闭总开关，拿起自己的手机向外逃。绝望的是，暗门已被女孩锁死了。眼镜男不知何时会追过来，生命倒计时已所剩无几。黑发姐拨打起儿子的电话，只可惜无人接听，直接转入了留言信箱。此时她有千言万语想对儿子倾诉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精简成了一句：对不起，我爱你。眼镜男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，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嘲笑着黑发姐那无处安放的母爱，称她只是个失败的瘾君子。他并不急着杀死她，而是一脚踹开了暗门，将她丢进小书房慢慢折磨。很明显，眼镜男在模仿女孩，模仿着她玩弄自己的食物。他要等黑发姐伤痕累累、生不如死时，才会将她撕碎。变态的眼镜男决定将黑发姐咬伤，将她变成像金发妹那样的傀儡，然后驱使着她亲手杀掉她的儿子。说完，便将她抛下高台，预备先摔断她的骨头。没想到女孩竟稳稳地接住了她。女孩体内的血被吸了大半，此时已非常虚弱，需要黑发姐帮助自己杀死眼镜男，还承诺在事成之后一定会放她离开别墅。
眼镜男慢悠悠地走下楼梯，并没有将两人放在眼里。女孩挡在黑发姐面前，告知眼镜男只有吸干了血才能杀死自己。两只吸血鬼打作一团，黑发姐抄起铁刺在一旁帮助女孩，眼镜男一把揪住女孩，3-2下便折断了她的骨头，然后将黑发姐钉在墙上。女孩趁这段时间拼好了断裂的骨头，利用飞天的技能拉开距离，猛地朝眼镜男发动攻击。可脆弱的小身体始终敌不过眼镜男的一双大手。在被眼镜男吸血时，他伸出了小手指，似乎在问黑发姐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你说过的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。黑发姐拼命地拔着身上的铁钉，可只拔了1寸，女孩便被吸干了。看着奄奄一息的女孩，眼镜男知道自己又上当了，原来只有捅破心脏才能杀死吸血鬼。但眼镜男并没有立马对女孩下手，而是将黑发姐从铁钉上拉下来，朝着她的脖子来了一口。他要将她变成自己的傀儡，驱使着她拿起木桩杀死女孩。在眼镜男的低语声中，双目失神的黑发姐慢慢朝女孩走去，突然猛地转身袭击眼镜男。原来只有存活了上百年的吸血鬼才有能力驱使傀儡，像眼镜男这样的小角色只是空有一身蛮力。女孩再次营救黑发姐，黑发姐也不顾一切地拯救女孩。两个脆弱的女子互帮互助，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，合力将木桩刺进了眼镜男的心脏。烂肉爆了一地，血水浸湿了两人。女孩真诚地对黑发姐说了一声谢谢，并履行自己的诺言，放她离开别墅。在离开之前，女孩希望她能回到自己儿子身边。她也是一个孩子，深知孩子的唯一需求其实只是父母的陪伴。黑发姐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她已经走到大门口，只差1步就能离开，但拉扎尔却突然出现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，似乎不打算留下活口。当她露出獠牙时，女孩再次挡在黑发姐身前，含着眼泪告诉父亲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拉扎尔看着女儿倔强的泪眼，心中涌起一股内疚之情，然后优雅地牵起黑发姐的手，献上尊敬的一吻。别墅的大门打开了，一个血淋淋的女人一瘸一拐地从里面走出来。她搭上了来时的车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故事结束了。